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阳光爸爸。今天我们来继续看这台 2DS 李 DS-A11呀，它已经死机了，就是这个样子哦，很不稳定。那之前呢，我其实已经看过了，它死机的原因啊，我已经找到了。怎么样才能让它死机呢？就是就这个样子吧，让它在上面转，然后呢，敲啊敲，然后呢，敲到这边，它就会死机。好了，死机了。感觉啊，敲到这边死机啊，它肯定不是个偶尔的现象了，好几次都是在这边。在网上查一下人家的拆机资料，好像在这个十字键这个部位啊，有一个是它的主供电芯片吧。所以呢，我怀疑啊是它的主供电芯片，因为被摔过了以后呢，导致掉点啊、虚焊之类的，导致这台机器不稳定的。所以呢，我给那个朋友发了份邮件，还给他报了一下风险嘛，因为我可能要加焊那块芯片的话，可能会导致这台机器不开机的。然后那个朋友呢也真的是很相信我了，他说让我大胆去干了，万一弄坏的话就当料板也行。那我今天就开始大胆来修这台机器了。那让我们开始吧。很奇怪啊，我们先来给它拆机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了，它这个打开这个壳子。这个耳机插口啊 ，OK， 这个东西卡在这里要注意的。好了，这样基本上就起来了。这一步就是这个机器最难的地方，然后把它拿起来，下面好像有接线的，你要注意一点。看一下，我找到了啊，左右两个喇叭。这两个喇叭的插头也跟Switch 是一样的，然后呢，下面摄像头的排线把它拿掉，还挺紧的啊。OK， 起来了。OK， 那么这个后盖我们就卸掉了，里面很干净。OK， 放一边，我们来继续看一下，这个电池也不小。我怎么觉得这个电池跟 Pro 手柄的电池挺像？对啊，刚才我怀疑的就是这个芯片啊。虽然没查过什么资料，但是周边那么多电感啊、电容啊，我感觉它应该就是电源主供电。这个呢是摇杆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感觉这个是一个闪存，就是它的主存储芯片。这个小芯片是什么？是充电芯片吧？对 ，TI 的充电芯片。好像跟 Switch 的手柄的那个充电芯片是一样的，这个下面应该藏了它的 CPU 跟内存吧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拿下来。这个电池下面有胶直接粘在主板上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慢慢的，稍微给它点力气。OK， 下来了，就是这个胶啊，真的就是 Pro 手柄的电池啊。CT2003啊，一个型号的。OK， 这边是 JNCPU01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块主板拿下来吧。这个是下屏幕的排线，这个上屏幕这个是什么？反正这两个都要拆掉。这个摇杆拿掉，然后呢，松掉那些排线就 OK 了。那更换摇杆应该很方便，这个摇杆下面很干净。OK， 然后这两个排线好像挺特殊的嘛，这个有点像背光上背光下背光嘛，怎么样把它拔出来了？直接往外拉就拉出来了，轻轻松松。然后这几个是有扣子的，先把它的扣子解开了。这个呢指甲够不到，拿个棍子给它撬开。OK， 这些个天线要把它拿掉。好了，这个两根线的不知道是什么排线，不知道是什么线，拔掉了，其他的只要松一下螺丝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把这几个 OK，
先把这边排线松掉啊，免得待会拉的时候把排线给拉断了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卸螺丝了啊。这边也有固定这个底座、电池座的螺丝吧，也是一样的螺丝。这2颗拿下来了，这电池座是不是可以拿掉？哎，果然，哦，就这么拿掉了。我们把它拿一边吧，这边还有个防水标贴。OK， 是不是就可以动了？哎，真的哎，拿的时候小心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拖泥带水的。没有了，但是它反面有个东西，有个零件。哦，这是那个，这是什么按钮？屏幕合起来的，不一定是按钮吧，可能里面是个什么传感器啊。好，把它拿下来放一边啊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哦，它这个上面这个几个键跟 JC 手柄很像，然后这种按钮啊，910空上面用的很多。这2个按钮是不是跟910空那个2个按钮是一样的？我感觉啊，挺像的。这个好像焊的挺好的。哦，这2边焊锡用的也少，但是呢，确实是焊牢了。哎，做工真的不错。OK 了，我接下来想干的就是这个芯片了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它后面有这个按钮，我高温上去的话，它这个东西肯定会报废变形，所以呢，我们得先把它给撕下来。OK， 找个干净的地方，像这种塑料薄膜这些东西呢，把它放一下，然后开始办正事。OK 哦，刚才在显微镜下稍微看了一下，反正我是用肉眼是没看到有什么明显的问题，除了有几个二极管焊的比较歪一点以外哦，这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我们先干这个吧，毕竟震动发生在这里，会导致它死机嘛。OK 下来了啊，感觉好像还可以啊，没觉得有什么掉点之类的东西。这块芯片好厚。OK， 洗干净了。接下来我们看那个芯片，这里有一个点，这个点感觉就是断下来了。不过一切只能等装回去以后看它动作表现了。教你焊有个归下位，可以开始焊。有一个点好像比较小。准备焊接，就这个角度吧。开始啊！这样应该就好了吧？好了，把它扫干净以后呢，把它装回去，我们再测一下啊。OK， 刚才呢我做了一下简单的振动测试啊，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装回去。OK， 好了。
排线好像都装好了，我们再把这个摇杆。好了，电池外框也好了，最后这2根线，这个呢是 WiFi 的天线吧？WiFi 的天线要沿着这个电池，我们先测试一下动作，所以随便接一下吧，待会合盖的时候给它弄好。然后装上电池哦，这个带胶的电池 ，OK。然后我们开机啊，看看。没问题了啊 ，OK， 那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把这个东西调整好，把它装起来，这个维修应该就算完成了。本来我以为这台机器已经修好了啊，但是呢，它又出现点状况。今天呢，我本来打算就给它发货了嘛，然后呢，发货之前呢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会测试一下，结果呢，被我一拍又拍死了。问题还是在其他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拆开了一看，我把它的最有可能掉点或者说脱焊的地方呢，应该就是 CPU 跟内存了。CPU 可能性最大的，我把平面罩拿下来一看，哎，它的 CPU 居然有胶哎，大家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你看到它这边还在转圈圈，我只要用手一按，我先按内存那边稍微按了一下，它就死机了。所以呢，我感觉哦，它的虚焊或者说它那边摔了以后脱焊呢，问题就应该在这个 CPU 或者是在这个内存下面。但是 CPU 因为有胶嘛，幸存的可能性更大点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先干一下这块内存试试了，把它重新焊一遍。OK 了，没有办法了，那让我们开始吧。OK， 我已经就位了啊，我们是要把这块内存拿下来了啊，开始。OK， 这个内存哦，这个也吃不准，有些点的确是这样，吸上的也不是很好。OK， 趁热脱吸啊。哎，发现一只脚没有上到吸。哦，有好多只脚都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可以给它脱平。OK。好了，主板处理的不错，接下来芯片。好多点都上不了吸哦。OK， 准备刮吸。好了，搞定啊！这边吸膏比较湿。OK， 上脸焊油归位哦。漂亮，非常完美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要把它焊回去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对位很方便哦，因为有一个角是少一个点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哪个角少点，这个角。这样转过去就好了，然后给它抹点焊油。OK 了，关键时刻来了。
归位了哦。OK。Hello， 我现在呢把这个内存换好了以后呢，重新装回去了。现在怎么按都不会死机了，所以呢，那就这个情况把它装起来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天线调整好。好了啊，完美啊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合盖之前呢，给它擦擦干净。这个地方，这里面的指纹好像不是我的，感觉是工厂里面的指纹。好了，最后我们把后盖合上，它的后盖里面也是很干净。这个音量是怎么放的？感觉是这样子啊 ，OK， 然后先插这个摄像头吧，这样 ，OK， 好了，这样就好了嘛。然后是2个喇叭，这东西又掉下来了，电池差点忘记装了。然后搞定2个好了，我们这样子顺势合上就 OK 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开一下机，确认一下每个按钮是不是没有问题，声音是不是没有问题，那么就把螺丝拧上就好了。拧螺丝。OK， 好了，那么今天这台啊，这个叫2DS LL 的维修就到此结束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